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？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？平凡人生，天真过后要怎么走？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？谁无狂想不可告人？难忘时光，必须散尽，留下我。快乐时抱着时，那时至死不渝朋友。决裂时，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？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，有几多掌声也是孤清。你只可听到我大笑声，哭泣也未放聲，講不出聲，講不出聲，任由自己半夜驚醒。我只不過偶爾受了驚，於是才遺忘本性。唐心，你好吗？乖呀。你长大之后呢，将来大伯伯请你吃溏心鲍鱼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都怪你！哭了，我栽了，给妈咪抱，来，哎妈咪抱啊！谁这么淘气哭了啊？阿娇啊，就当丽姨说错话，我现在跟你道歉行不行啊？丽姨，你说我跟波舅舅一样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说我入假鲍鱼来骗人，我盗用公款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觉得大姐说的话很对。波舅舅是有运没命，他太有钱了，20岁不到拿着800万家产。丽姨，我怕你。我怎么会像波舅舅呢？我是尽心尽力做生意啊。是，酒楼我做的不好不成功，不过不代表我什么也做不成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开鲍鱼连锁店的事吗？你也说好，你也说赞成的，但是丽姨说不行，不让开呀。这个计划基本上我是赞成的，但是丽姨她做生意的经验比我们多，我们要听她的意见，要不然大豹也不会把生意交给丽姨和我管理啊。这一点我一直就不满意。不过抱抱身体不好，我免得说出来吵架。有时候你们的想法实在太保守了，我要用点钱也要你们同意，有什么计划也要你们点头。我觉得我真像一只大闸蟹被你们绑死了。丽姨，还可以。我不是说帮着 Gilbert， 但是如果以后用钱都要经你们同意才可以用的话，我觉得对他也不公平。你们都少说一句吧，让爸爸知道又不开心了。现在抱抱病成这样，那个女人又整天吵着要打官司，如果我们自己家里人还在吵，那家里真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喂，我马上赶来。抱抱又中风了，现在情况危急啊！莹姐，唐太太，唐先生很严重啊，你快进去吧啊！谢谢你帮忙啊！谢谢。阿波，再给莹姐1000块的红包。谢谢。拿着。谢谢你啊！谢谢。徐医生，哎呀，你怎么做的医生啊？我老公就快去了，你怎么能不通知我一声呢？我已经通知唐先生的4个孩子，护士，给我留意唐先生的情况，有什么事马上找我。不好意思，姐夫，起来啊！亲家公，你怎么样啊？人家是阿晴啊，我来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，我们全都到齐了。人家，大宝，干什么？出去！爸爸，放人过来！出去！出去！人家不想看见你们，马上给我走啊！王小琴，你胡说！我要见爸爸！出去！动手啊！出去！动手！唐人家不想看见你们，不然他死也死的不安心啊！你们走啊！出去！马上给我把他们赶出去，锁上门！出去！锁上！大宝！王小琴，快别太绝情！喂，戴律师啊，唐人家还没有去呢。哦，他说过些什么？马上记下来是吧？我知道了。哦，马上把纸笔拿出来，待会唐人家醒了，他说过些什么，马上给我全部记下来。哦。
产了，我们什么都给他们。我只想见爸爸最后一面，以后真见不到了。让我去劝劝我妈，我跪在她面前求求她，她应该肯让我们见爸爸最后一面。不要去求她，那个女人没人性的。不用去了，我报了警。你报警，那到时不就把记者引来了？我不管这么多，我一定要见报。待会儿警察来了，我叫他们给我们开门。他现在跟非法禁毒有什么分别？他在里面干什么也不知道，随时会害死抱抱的。反正我今天一定要见抱抱。人家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，啊？是啊，亲家公，你不要惦记孩子们了，你把家产都分给他们，他们还怎么会来看你呢？喂，你们干什么？啊！这位唐先生报警说你们动手动脚，不让他们见爸爸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事？不是我们不想让他们见爸爸，是他们的爸爸不想见这4个不孝的子女啊！爸爸怎么可能不想见我们？他不想见的人是你才对。这位女士，你是唐先生哪位啊？阿 Sir， 我是他的合法妻子。他们俩是正式的合法夫妻。我们全都是唐人家的亲戚。这个女人无权不让我们见 Daddy， 我 Daddy 快跟她离婚了。唐人家什么时候要跟我离婚了？我是他的合法妻子，我没有权，谁有权呢？我有权利有义务让我的丈夫不受到骚扰。给我拦着他们，别让他们过来！哎，出去！出去！看来这是家庭纠纷，你们冷静一点，慢慢自己解决好不好？这儿是医院，我再接到投诉的话，我会请你们回警局的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Sir，我们自己会解决的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出去吧。爸爸，站住！爸爸，干什么？爸爸，出去！我要见爸爸，出去！我见爸爸，出去！请问唐家先生，情况怎么样啊？唐家先生，唐先生现在情况是不是很危险？他有没有立遗嘱啊？Jackie， 你妈妈也站在小唐太太那边，你怎么看呢？是啊，发表一下。唐家先生，如果唐先生真的不幸去世的话，他的遗产会怎么分配呢？是啊，发表一下，给我们说两句吧。各位记者，你们会骚扰我们的病人，麻烦你们离开好不好？大家不要再骚扰我爸爸了，我跟大家去外面的草地谈。志熙，你留在这儿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想见易欢心，我要见唐心啊。他们都走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跟我说就行了。是啊，亲家公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跟你老婆说吧。是啊，来。阿锦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最终的目的也是想分家产。我输了，我累了，我斗不过你。我答应改遗嘱分给你。你真的答应改遗嘱？我也快去了，还拿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阿琴啊，我的家产分一半给你，你快点去，叫爱意欢心和唐心来见我。你真的肯分一半家产给我？肯，真的分一半给你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要再闹下去了。你拿了这一半家产，给我好好的搞好保育店，给我好好的看着这个家。我会的。那你快点叫他们，叫唐鑫来见我。哦，姐夫，我现在马上叫律师来啊。叫吧，你马上叫蔡律师来。等我见完阿姨欢心，看见唐鑫，蔡律师一到，我就马上改遗嘱。唐鑫，我们进去看爷爷啊。哎，唐鑫来了，还要怎么样？干什么这么急啊？律师还没到呢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到。律师，蔡律师，哎，这边，请。唐先生，我来了。抱抱啊！抱抱！阿姨欢心，你们来了就好了。来，扶我下床。不要，爸爸，不要，你不能起来。大宝，你怎么样？
刚才呢，我没看见你们，突然之间觉得喘不上气，我心想，这回玩完了。突然之间，我想起你妈咪那招，求求天，跟老天爷说，我说天啊天，你给我一点点时间，让我渐渐安逸欢心，就看见我的乖孙女，我就算报道也报得安心。哎，不容你不信啊！我一说完就马上精神了，扶我起来啊！抱抱，爸爸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别这样了。不要乱说，小心。哎呀，快让我抱抱孙女儿！哎呀，乖孙女儿啊！哎呦，乖唐人家孙女儿，唐姐姐蔡律师来了。如果你要立新遗嘱呢，那就快一点。是是，等我跟他们几个多说几句嘛。等我抱我孙女儿多抱一会儿，改就改啊！哎呀，小心哦，乖乖，你笑一个。咦，干什么撇小嘴啊？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喂奶没有？是啊，到点了，我现在喂。哎，来，哎，不用，我来喂。啊，哎呀，哎，可以喝了。咦，唐鑫昨天有没有哭啊？有啊，一晚上哭的 Gilbert 睡不了觉。是吗？真不听话，怎么哄也不睡。那我来教教你们吧。我带大你们几个啊，带孩子经有1本这么厚啊。那如果他夜里不睡觉呢，你白天就让他少睡。白天他困了，闭上眼睛要睡觉，那你就对着他的小脚心，弹弹他的小脚心，把他弹醒。当然不能用力了，这么小多心疼啊，对不对？那他白天睡得少了，夜里就一觉睡到大天亮了。哎，姐夫啊，蔡律师等了很久了。哦，不要紧，我不赶时间。律师都不赶时间，你现在赶时间吗？啊，还有啊，如果唐鑫他还哭呢，还有一个绝招，你就给他开电视机，不是看电视剧啊，你找一个雪花台，让他听那些沙沙的声音，他就睡着了。真的假的？有没有这么神奇啊？抱抱说的对，我上课导师也说，如果婴儿听到沙沙的声音，就以为在妈咪的肚子里，有安全感啊。是啊，那，你听我的没错，我带孩子的经验比你丰富得多。要我说哪儿用这么烦呢？只要我这个大伯伯一抱啊，唐鑫他马上就不哭了。哇，千万不要抱抱，小抱一抱唐鑫啊，他就马上哭个不停了。是吗？千万不要。人家，这些事儿呢一会儿再说吧。改遗嘱呢就现在改了。是啊，要改，立刻改。我要给唐鑫起个英文名字。其实呢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唐鑫的英文名呢就叫汤三汤啊，就叫三。哇，Sam 不是歌神？哇，不要了吧，男生名字啊。Sam 的妈咪呢就叫 Jackie， 啊，多神奇啊！有时候女孩子起个中性名字更好啊。你们呢也教的这么叫我，叫了这么久，我不一样这么英伟，抱抱。等等，3汤参汤，好像有点怪吧，抱抱？怎么会怪呢？不知道多神奇。3汤，你喜不喜欢这个英文名字啊？笑了，Sam 也喜欢这个英文名字，那你以后就叫3汤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抱抱啊，你抱了这么久累了，让我们抱吧。是，来。哎呀，Sam 睡着了，小心点啊！小心啊！唐人家，我叫你呢。大豹，我还有点事情忘了跟你说，志欢啊已经脱离了单身行列，有女朋友了。是吗？是啊，真的。长大了，有本事了。哎，怎么不带女朋友来让抱抱看看啊？哎呀，你真是有没有照片啊？有，快拿出来看看。拿来看看。人家啊，你先把遗嘱立了吧。哎，快点拿照片给我看看。快点，抱抱。啊，真是很漂亮啊，100分。喂，嘿嘿，哎，长大了，有女朋友了，你也当了爸爸了，都很好啊。嘿，小豹啊，以后这个家呢，就靠你跟丽姨撑着了。放心吧，大豹，我跟丽姨会撑着这个家的。姐夫，你放心，这个家不会有事，安逸欢心也不会有事的。欣欣，你以后要听小豹和丽姨的话，知不知道？好了，真是安心了。哎，安心了。人家，抱抱，人家，抱抱，哎呀，
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唐鑫的那块癣呢？女孩子指甲有块癣，将来长大了多难看呐！啊，好了，皮肤很白，滑溜溜的。哦，滑溜溜的。我真是安心了，我安心了。爸爸，爸爸，唐人家，大豹，姐夫，大豹，爸爸，爸爸，唐人家，爸爸，老死要骗我，大豹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爸爸，爸爸，大豹。爸爸，姐夫，大豹，爸爸，爸爸，戴律师，鲍鱼佬断了气了。嘿，他临死还耍我们玩我们，最终也没立新遗嘱啊。那他有没有说什么？有啊，唐太太亲戚呢，照你的吩咐全写下来了。那我读给你听啊。我服输了，我服输了，我真的斗不过你们呢，我会改写遗嘱。只要让我看见4个孩子和我的孙女唐鑫呢，我就会分一半家产给唐太太，还叫她好好的做好鲍鱼店的生意。就这样。那还没有说别的？有，不过其他都是废话，不关痛痒啊。那就行了。你明天跟唐太太来我律师行，我给你们谈谈这个官司怎么打。不过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很有把握。是吗？谢谢你，戴律师啊，明天见啊。Francis， 戴律师他很有把握。不是吧？你为那个死老鬼流眼泪呀？哎呀 ，Francis， 你跟了他30年了，他没给过你一天幸福，临死还耍你玩你，这种坏人早就该死了。明天我跟阿波去医院领唐人家的尸体。如果唐家的人非要跟我争的话，这次轮到我报警了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唐人家的丧礼一定要由我来做主。你给那个鲍鱼佬办丧礼 ，Harry， 你不是我，你不会明白我的心情的。我这口怨气憋在心里已经30多年了，怎么都消不下去。30多年前，哄我过门，说让我作证，是假的。到那个女人死了，我以为终于可以名正言顺了，还是假的。现在连唐人家都死了，他的未亡人就剩我王秀琴一个，以后没有人可以再跟我争了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作证了。我现在要用唐人家未亡人的身份来给他办丧礼，我还要让他风光大葬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我对得起唐人家，我对得起他们唐家有余。但是唐家的人会阻止你的，由不得他们阻止。唐人家死了，唐家现在最大的那个就是我。他们想进灵堂做孝子贤孙，想瞻仰遗容，想见唐人家最后一面，通通都要问过我这个当妈的。灵巧跟唐人家都死了，这些孩子们没人管了，现在就让我来帮他们管孩子，让我来治治他们。没有乘凉的日子第219天，我今天打赢了一场官司 ，Pauline 对我的表现很满意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一直有种不安的感觉，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好的事发生，觉得还可以会出事。我打了很多次电话给还可以，可是都找不到他。他平时很少不接电话的。今天晚上回到家，我再打电话给志新，很奇怪，连他也不接电话。后来我看了新闻报道，才知道原来大豹去世了。大豹临死的时候，那个小唐太太还跟还可以兄弟姐妹在病房里推推撞撞，还不让他们见大豹。不知道还可以现在怎么样呢？要接受自己最亲的人永永远远地离开自己，是一件很难过的事。今晚是大豹跟还可以分开的第1晚，虽然我1天没见过他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感受到他的心情一样。他不一定会流很多眼泪，但是他的心就一定会很痛，很舍不得。
还可以已经一整天没付我电话了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呢？司机啊，这里停好了。今晚呢，吃完这顿河头饭，那你丽姨跟你小甘心中那根刺呢就拔掉，有口也是河，大家要和和气气。怎么死？哦，那我们全家陪你去会所，抱抱跟你打一场乒乓球。我肯定他不是你老爸，肯定说，因为我才是你亲爸爸。如果你真坚持跟小甘结婚的话，我马上收拾东西走。我跟他做了30年夫妻。你们每次说我都不信，我跟自己说不可能有这种事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这鲍鱼是我亲手做的。你姐夫这一辈子跟鲍鱼结下了这么多不解缘，一看见鲍鱼他就开心了。阿波啊，外面来了很多记者，你帮我拿些汽水和蛋糕出去招呼一下。嗯，他们也很辛苦。放心，我去办。来宾请移玉步，庭前行礼。你们给我站住！阿伯，在。带直欢上府，然后带他进去看他抱抱。妈，那小豹他们……我叫你走你就走吧。汤志毅，你们不能进去。我们来拜祭大豹，你无权阻止。你不用这么紧张，先坐下。我只想跟你们说几句话而已。说完了，我自然会让你们进去拜人家的。抱抱，我要看抱抱。伯母说不让你们进去，你们就不能进去。姐夫已经不在了，安逸欢心是他的亲生子女，他们想拜祭爸爸，不用你批准吧？如果你们硬是不肯听我说这几句话，你们就别指望能进去。别理他，进去。如果我真的不让你们进去的话，你是不是连妈也要打？舅舅，不要，我们尊重大宝，别跟他吵。丽姨，我们大家先坐下，来。汤志安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在唐家是什么身份？你是我丈夫的私生子，说的难听一点，就是野种。我这个小甘有没有歧视过你呢？我有没有把你当成我自己亲生的儿子这么疼爱啊？但是你这个做儿子的，又是怎么对我跟唐人家的？人家想跟我结婚注册，给我一个名分。可是你这个大少爷，张嘴闭嘴就说不给、不准、不行。你更离谱的去威胁你的大豹，说如果再不听你的话，就马上收拾东西搬走。气得他哭了起来，还要反过来求你呀，弄得我们好像见不得光一样，要飞到瑞典冷冷清清的行礼呀。你知不知道我跟你大豹的心有多酸呢？枉你大豹还这么疼你，他也是因为太生气了才会中风的。他活生生的在世的时候，你不孝顺他，他现在已经死了，你来拜祭他又有什么用呢？还可以不用理他，他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事实。我们别听他胡言乱语，我们进去。我说过，
我说完我要说的几句话，就会让你们进去的。你这个当阿姨的，最好就少说一句。我才是他的妈妈。我今天就要当着这么多的亲戚朋友面前管教儿子，我要骂醒他们。阿娇、志新，你们抱抱，生前经常这样教你们，做人最重要知廉耻，人死留名，豹死留皮，雁过留声啊！你们凭良心问问自己，长这么大到底留了些什么给你们的抱抱？8个字，头条新闻，臭名远扬啊！外面有几10个记者，在等着看我们唐家争产这出戏呢。好而不论足产业，你们几个居然为了几个臭钱，就听这个野种的说白，来斗垮斗臭自己的妈妈，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？你们以为妈妈跟你们争家产是为了钱？你们都错了，我是帮唐人家管好你们4个。将来这场官司打完了，不论分到多少钱，我也会拿出3分之3来做好鲍鱼店的生意的，完成人家的心愿。其余的1/4，我就会捐出去，就算替人家积善积福。你说够了没有？阿娇，妈，我求求你，你让阿娇他们去见见爸爸一面吧。你是抱抱的亲生儿子，一会儿你要负责直幡引路，送你抱抱上山。妈，什么？还可以才是他的大儿子，这些事应该他做。各位来宾，我们请教过师傅的意见，为免相冲，今天不会有瞻仰仪容的仪式。现在灵车马上出发上山。你说什么啊？阿娇，出去，让我进去！哎，跟着，放手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不要这样了，妈。让我进去！阿娇，出去啊！别乱，出去，出去！放手，放手！你要尊重先人，就别在这儿胡闹。哥，你不要这么过分啊！出去，放手，出去！出去！丽姨，小志欢，志新说你报读了日本艺术大学，你想去读书啊？是啊。志新说你下个星期就走，干嘛这么急着走，也不跟我们说呢？我想去那边读电影，你们也知道我对这方面有兴趣。还有啊，我女朋友读传理系，她也想去那边进修，入学手续都已经办好了。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？昨天我去女朋友家里吃饭，他们家是大家族。他爸爸是退休高官，他奶奶画国画很出名的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们问我：“志欢呢？你是不是真的会跟你妈咪脱离母子关系？”他们说现在是新时代了，不会阻止女儿跟我拍拖，但他们希望女儿的男朋友是一个上进、靠自己，不会再靠家里的人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奶奶还跟我说了2句话。第一句就是好而不论足产业，第2句就是天下无不是之母亲。我女朋友听了这2句话，哭得很厉害，所以我决定去日本。志欢，如果你为进修去日本的话，小豹我一定会支持你。但如果为了逃避而离开，我觉得你太没有志气了。我约了女朋友，赶时间。陈德熙啊，你忙什么呢？哦，我现在到了法院，准备上庭。你今晚有没有空吃饭呢？我想不行了，这官司太复杂。我想陪审团要退庭商议很久，不知道会到几点。那不要紧了，改天吧，拜拜。还可以，是不是有人想请我吃饭？我有空了。不要了，现在已经很晚了。加上你打了一天官司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你干嘛死气沉沉的？没什么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。不是啊，
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家里，我差点就睡着了，被你吵醒了。那好了，我不耽误你了。还可以。常在心，你来了。我刚才在电话里听到呜呜的声音，看你哭得这么可怜，来看你了。什么？那是船的呜呜声，不关我的事。你还不承认？你的样子啊，已经出卖你了。你分明啊，就是想告诉别人你不开心。我刚才走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你的眼睛红红的。到底为了什么事这么烦啊？最近家里愁云惨雾，阿娇的脾气越来越差。不过也不能怪她。如果真打官司的话，家里的财产就会冻结，到时候他就没钱周转。志欢更惨，夹在我们跟那个女人之间，而且可惜他女朋友，他们家里也不谅解他，以为志欢跟他妈妈争家产，而且志欢说下个星期去日本，他根本就不想面对这件事情。你那个小甘发了律师信坑你大包的资产没有？他那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根本不知道他想怎么样。还可以啊，我今天很累，我明天跟你吃午饭吧。你拿你大报的那份遗嘱的副本，有什么文件都拿出来，我给你研究一下。如果真的要打这场官司呢，看看那女人会出什么招。那好吧，明天见。你也快点回去睡吧，两个眼皮呢吹到这里了。还可以，就算所有人都走了，我也会挺你的。谁让我欠你债啊？你记着，有什么事呢，一定要跟我说，让我还一点也好啊。我不想这笔债还到下辈子都还不完啊！安哲，我们别上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专程来的。你不是说平时你大妈对你很好的吗？我们就快去日本了，去拜拜她吧。今天先不去了，好不好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大妈，我没脸见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。安哲，总之今天我不想上去。好不好？好，不去不去，你不要再为你家里的事烦了。我们现在去吃饭，然后去看电影。喂，志欢，是妈妈，你到齐家母这儿来趟。我现在没空。妈妈找你当然是有事了，我真的有点很重要的事情，一定要你帮忙的。志欢，行，我现在过来。哎呀，志欢，怎么才来啊？还进来。来，是啊，阿欢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妈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志欢，妈妈已经决定了，跟唐家那帮人打官司。戴律师吩咐过我，在跟他们打官司之前，最好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。你又开记者招待会？妈妈以前说过，不论我分到唐家多少财产，我都会捐1/4出来给慈善机构的。那捐到哪里，数目多少，怎么分配，我也要向公众交代清楚的。而且现在这场官司这么轰动，那些记者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的，免得到时候他们问长问短这么麻烦，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不更好吗？行了妈，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不用跟我交代。阿欢，戴律师吩咐过了，你一定要出席这个记者招待会。还有啊，麻烦你说话的时候暗示一下，你抱抱立遗嘱的时候是神志不清的。妈，我约了人，我不说了。哎，喂，阿欢，不会吧？你妈妈叫你帮忙，你也不答应？是啊，这么急赶着去哪儿啊？妈，反正我不会说谎话。抱抱一点都没有神志不清，他不知道多清醒呢。哎呀，他中了3次风，你说他清醒啊，也没有人相信啊。可不是嘛。是啊，坐下慢慢说。放手。妈，反正我不会说谎话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哎，坐下慢慢说啊。放手，别动。唐人家立这份遗嘱之前，他说过些什么话？每一句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他说他中风跟普通人不同的，他最喜欢被人气了，越气就越精神，越气就越精明啊。阿琴 ，I love you， 我爱你啊，我重新又爱上你了。那天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风言风语，这样也叫神志清醒吗？你那天也在场的。他是不是说过我刚才说的那番话？我没有一句话是冤枉他的。妈，你不要逼我了，你让我走吧。志欢，你经常说妈妈争，妈妈霸，我争来干什么？霸来干什么呢？
我一个小女人要3亿来干什么呀？天天在家里数钞票吗？我争回来，霸回来，还不都是为了你呀？凡事不要只看表面的。你大妈摸摸你的头，这样就叫对你好了。你毕业的时候，他给过你什么？一部 DV 机才1万多块，而他那个宝贝儿子打个电话回来，就给他4、5千万开一间什么破酒楼，这也叫疼你啊？妈，我什么都不要，钱也不要，1分钱也不要，我就是想走啊！你不要，我就拿了钱捐出去，再不然就丢进大海里。总而言之，怎么都不能便宜了那个伶俐。你不要忘了，儿子，当日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也要离开唐家，去找自己新的生活。是你哭哭啼啼的求我，求我不要走，是你呀！你叫我再给唐人家一次机会，是你出的主意，叫我跟他去瑞典注册结婚的。你现在要扔下妈妈不管呐！阿欢呐，你不要再气你妈妈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明天不肯说你抱抱神志不清，我也要你坐在妈妈这边。你连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也不答应我的话，我以后再也不认你是我的儿子。亲家母，不要说的这么绝。是啊，怎么说也是母子俩嘛。是啊，志欢他还是啊，小，不要怪他啦。你们不用再劝我了，我豁出去了。志欢，妈妈说得出就做得到。如果你明天不出现的话，我就登报纸，我会登报纸跟你脱离母子关系。Angel， 怎么这么久啊？没事吧？你眼睛这么红。我妈明天开记者招待会，她一定要我去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不是说过你不再管家里的事吗？你不要去什么记者招待会了，一会儿又让人刊登一些照片，我爹地看到他又不开心了。我能怎么样？我妈说，要是我不去的话，就跟我断绝母子关系。她是你妈咪，她不会这么做的。她会的，我知道她一定会的。对不起，Angel，我答应你，我去完这次以后，再也不管这些事了。你买好去日本的机票，我这辈子再也不管唐家的事。知道。刚才李姨打电话来，她说那个女人一会儿在酒店开记者招待会，连志欢也会去。志欢怎么会站在他那边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也去那个记者招待会看看。他说的话会对将来这场争产官司有很大的影响。各位传媒界的朋友，先夫唐人家去世之后，社会上有很多的传闻，说我出动黑社会的势力，去抢我先夫的尸体，而且还说我不让先夫的4个子女瞻仰遗容。这张是我跟我先夫在瑞典注册的合法证明，我是以合法妻子的身份给我先夫办丧事。出殡当日，的确是没有瞻仰遗容的仪式。不过不是我存心刁难，是南吴先生说当日是破日，不适宜有这样的仪式。你们可以去青云道馆向南吴先生求证啊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有这么多的猜测了，让我先夫在天之灵安息吧。另外，我想跟大家讲讲我的计划。将来我领到先夫的遗产之后，我打算拿3/4出来发展我先夫的唐记鲍鱼店，其余那1/4我会捐给保良局。各位，我想唐太太要交代的也差不多了。今天唐太太身体不太舒服，各位记者有什么要问的话，请尽快问。唐志欢先生，请问你跟唐太太的母子关系好不好？唐太太以往开的那3次记者招待会你都没有出席，为什么这次你会出席呢？能不能跟大家说说唐太太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呢？我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母亲，她对我无微不至。我想不可以用什么话来形容。我小时候读书成绩不好，记得初一第一次大考的时候，平均分只有37分，
当时吓得我把成绩单藏在床底下，不敢让人看。最后还是让妈妈看到，但是妈妈没有骂我，她反而还跟我说：“志欢，你中文不好，我就每星期1、3、5给你补中文；你英文不好，我就请个外国老师来给你补习英文，每2、4、6给你补习。”谁知道到第2次大考，我平均分只有39分，高了2分，但是妈妈她还是没有骂我，她反而来安慰我，还送给我一句格言：态度就是一切。她说只要用心，曾经做过就已经足够了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有一个亲人做了一件很错的错事，气得我妈妈很生气。我妈妈当着我们的面指责了这个亲人，然后她自己也很伤心。她哭着搂着我跟我说：“对不起啊，志欢，我知道在你面前指责你这个亲人，你很伤心很难过，但是你长大了，我不想什么都瞒着你。”志欢啊，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谢谢各位传媒朋友。我有一位很好的妈妈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很幸福呢？有一个这么疼我的妈妈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一点都不幸福，还觉得很不幸，因为我刚才说的妈妈，并不是我亲生的妈妈，是我大妈，也就是我爸爸第1任妻子林巧。志欢，唐家那边的人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啊？你要这样来陷害你的亲生母亲？举头3尺有神明啊！曾经有一位老人家跟我说过，天下无不是之母亲。我听了以后很心酸，我觉得自己很不幸，因为我妈妈是个例外。唐志欢，妈，大妈对每个人都这么好，一个这么好的人，她死了，你还要把她从棺材里面拿出来鞭尸？为什么生我的不是大妈，是你？唐先生，唐志欢，我一定会跟你脱离母子关系，就当我的亲生儿子少年王。小豹，我们俩兄弟一条心，一定可以守得住爸爸和大妈的产业。我1分钱也不会落在我妈手上，给她还不落在奸夫手上。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？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？平凡人生，天真过后要怎么走？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？谁无狂想？